按照朝廷规定，种田最卖力的人优先挑选媳妇。既然陈守洲已到，那你就先选吧。哎，去。那个衙役大哥，我能不能不选啊？不选啊？可以啊。哎呦，抄没家产，发配充军。别人穿越都是王爷、皇子，我穿越可倒好，成了个单身庄稼汉。我一天干这么多活，连个帮我擦汗的媳妇儿都没有。哎，我穿越，穿越。小卓，小卓呀，你要媳妇不要？媳妇儿，我。村长说，我现在的生活都得靠村里接济，哪来的钱娶媳妇儿？哎呀，你先别干了，不用你掏钱，你已经到了婚配的年龄，有官府给你发媳妇呢。你给我发媳妇儿，我也养不起啊！哎呀，别娘们唧唧的，跟我走。村长说你放手，快跟我走！哎，衙役大人，陈守卓已经带到了。按照朝廷规定，种田最卖力的人优先挑选媳妇。既然陈守洲已到，那你就先选吧。哎，去。那个衙役大哥，我能不能不选啊？不选啊？可以啊。哎呦，抄没家产，发配充军。选，得选。他，我选他，就选他。陈守卓呀，你可别看林婉仪白净就选她当媳妇儿啊，她可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克夫命啊！你为啥不选她呀？腰粗屁股大，生好孩子料啊！对啊，这到了年龄的女子，3年护选后没有归处，就要重造军纪啊！守卓呀，这林婉仪命格奇差，求娶她的男子连手都没摸就被她克死了。你确定要选她吗？对，我就选她。哎，罢了罢了。克夫，封建迷信。我现在就是一个种地的，能娶上这漂亮媳妇儿，简直是我撞大运了呀！你愿意做我妻子吗？愿意，我愿意。好，那从今天开始，你和我就是夫妻了。我一定让你过上好的生活。赶紧签字按手印儿，签完字，你们就是大雍皇朝的正经夫妻了。后面还有很多人等着呢。签，我们现在就签。老宅嘛，有点破败不堪。没想到相公的家里如此清贫，还愿意选我做妻子，多谢相公。哎，娘子放宽心，现在的光景只是暂时的，咱们的日子很快就能好起来。哎呦我去！相公，我娘说过，娶我进门的相公，只要狠狠打我一顿，就能把我身上这克夫命格给破解。还请相公不要手下留情。哎呦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压根不信什么克夫之说。哎，快起来！再说了，这男人打自己女人才是最无能的表现。别人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，跟你我又没有关系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以后也不会动你一根手指头的。多谢相公，这是我家里给我准备的35文钱，你收好。既漂亮又明事理，要不是朝廷发媳妇儿，我去哪儿找这么好的姑娘呀？好，那我出去买点东西，你在家里等我。好，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吧。有了这钱，我就可以去买点工具，上山挖野菜，打点猎，我的好日子就要来了。运气真不错，一上来就抓了只兔子，刚好回去给婉仪补补身体。哎，什么东西绊我？这不是人参吗？哎，竟然还有2颗！这下发财了！掌柜的，
人参收不收啊？收啊，但要看品质定价。好，那您看看我这些多少钱？这些人参保存完整，年份也足，5两银子。哎呦，掌柜这做生意心不成啊！哎20两，少1分我就走。哎，这人参好归好，20两也太高了，15两，这是我能给到的最高价了。成交。好嘞，公子，15两银子。没问题，掌柜的，那我们合作愉快。好，慢走。前些日子收成怎么样？这上面装的是啥呀？还没有见过独轮车，这是什么？真不错呀！小卓，这独轮车是你买的？当然了，日后啊，谁要是想用独轮车，尽管找我借。好，太好了，我们陌上村也有独轮车了。我早就说过，瘦卓这小子从小就有出息。就是说的没错，真不错啊。这个车真好。相公，这白面，这肉，还有这工具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当然不是了，这都是你相公我真金白银从县城买的啊。这个呀，是专门从成衣店给你买的衣服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专门给我的，这衣服好漂亮呀！相公，你对我真好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。我相信相公。万姨，这房子我看可能不太能住人了，等哪天有空的时候，咱们重新盖一个吧。好，我听相公的。哎呦喂，瘦瘦兄弟，你收拾东西呢？你来干什么呀？瘦瘦兄弟，你进山一趟就买了这米面和独轮车，我想这山里面是不是有啥好东西可以卖钱？给哥说说，让哥也发发财呗。没有。陈叔叔，你别在这给我闯大呀！不然我滚！是，陈叔叔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相公，我看此人报复心极重，你以后可要万分小心啊！我会小心的。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们赶紧收拾收拾睡觉吧。好。相公，这家里遭贼了，独轮车和东西都不见了。相公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昨晚上睡得太熟了，所以才让东西被贼人偷了去。没事的，东西丢了就丢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东西找回来。车丢了。你看，我早就说过这个林婉仪是个克夫的，这小卓刚发了点财，第2天就遭了贼。哎，小卓这些年自己种地也不容易，好不容易有点希望，这又没了。相公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连累你，你帮我休了吧。相公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连累你，你帮我休了吧。哎呦，快起来！你说什么呢？你一来我就发了财，你可是我的小福星，我看谁敢说你什么。嘟囔什么呢？地里不干活了，这老实。切，守州哥，嫂子，你俩别着急，我帮你们抓贼。少时，你嫂子现在情绪不太稳定，你看能不能把她领你家去，让婶子照顾一下。行哥，我这就带她过去。我回去会让我娘好好照看着嫂子的。行。哎呀，你给我钱干啥呀？咱俩不讲究这个。不过周哥，这偷东西的人，你有怀疑的人吗？这也不说话。昨天晚上还在呢。怎么搞？刁德才昨天来找过我，我俩起了点冲突。那还等什么？我找他去。哎，捉贼捉赃，现在去只会打草惊蛇，咱们得耐心等着。等啊，哥，那你就看着他偷你东西，逍遥法外啊？当然不是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有办法。你啊，先帮我把你嫂子安顿好啊。这钱，给你嫂子买点东西。行，放心吧，哥。朱哥，咱都蹲了半宿了，你确定这个刁德才今天晚上会把偷你的东西卖了呀？哎呀，别急，耐心等着。就出来了。等等。相公，咱们这样真没事吗？能有什么事儿？我们把东西一卖一走了之，到时候谁能找到我们？你们女人呢，就是胆小，你就等着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吧。没人，走。
这么多！哎呀，不闪啊！哥，你的独轮车！哎，你陈守卓这小子在山里啊，肯定找到什么宝贝，早晚有一天我会搞清楚的。刁德才！哦，老子就知道是你俩偷了我卓哥的车。少商，你和陈守卓无亲无故的，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啊，否则，别怪对你不客气。别怪对你不客气。你是吗？那要是再加上我呢？陈守卓，这次算我认栽了啊！你给我等着啊！神遭巨祸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哎，刁德才，跟我去村长家，走！别抓我，别抓我呀！这事儿全是刁德才一个人干的。他见陈守卓得了钱，又不肯说钱是从哪儿挣的，这才偷偷去偷陈守卓家东西的。臭娘们儿，你瞎嚷嚷什么呢？老子早该把你卖到烟花巷去！闭嘴！走，去村长那儿。走，走，走。按照律法，偷盗乃是大罪，可是要看守的。明天一早就让贾头把他送到县衙去吧。村长说的对，就该这么办。村长，我错了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不敢起歹心呢。你就看在我爷爷和我爹当年帮着大流民护村子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。我家就剩我这一根秃瓢了，你可不能把我送官府啊，村长。每回都是这样，只要一出事儿就搬出他爹跟他爷爷，每回村长说都会心软。那你觉得这次村长还会心软吗？这个不好说啊，他犯事次数太多了，这一次偷的东西可不少，可不小事儿。陈荣卓，是我不好，我愿意把我的房子赔给你，我偷的东西一个都没碰，全还给你，还有我媳妇儿送给你做小妾。小卓呀，你怎么看？小卓呀，你怎么看？我听村长的。既然两家都同意这种处理的办法，那刁德才明天就不用送到官府去了。谢村长，我愿意，我都愿意。刁德才，你屡次犯错，功过不可相抵。刁德才从此以后离开陌上村，不再是我陌上村的人。村长，就这么办，叫你祖宗来都没有。村长，我错了，村长。疏影，快请起。从今天开始啊，你就是小卓的人了，还不快拜见你的相公？别，村长，房子和东西我要，这小妾就算了吧。难道你不喜欢？我家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再多一个人我哪养得起啊？罢了，不要你就回去吧。谢村长。疏影啊，今晚就先住在我这里吧。相公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呀？我前段日子进山，发现了有很多野鸡野兔，我就从集市上买了点麻绳跟箭矢，打算做点陷阱放在山上碰碰运气。那相公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？我教你把麻绳织成渔网。渔网？就是捕鱼用的网子。我们这边捕鱼的话，用的都是鱼竿和鱼叉，没有用什么网的，这有什么区别吗？鱼竿跟鱼叉每次只能捕一条鱼，但是渔网一下就能捕好多鱼。来，我来教你织。好。别害怕，这个是我在家里做的陷阱，专门用来保护你的。相公，你不是说好只做猎物的陷阱吗？我是做了抓猎物的陷阱，但是材料还剩了一些，索性在家里也做一些。你渔网织怎么样了？渔网织好了一张，剩下的麻绳还没织完。那你就在家里织渔网，我去山上放陷阱，回来拿点东西给村长送过去。好。村长说：“我来看你了。”哎呀，小卓，你说你来就来了，怎么还带东西呢？
这多不好意思啊！无论是媳妇儿的事儿，还是刁德才的事儿，多亏了您的帮忙，这是我一点心意，您就收下吧。好，好，好。村长啊，我今天来呢，还有一件事情想麻烦你。你说，只要我能帮你的，一定帮。我家那房子你也知道，我想找您划一块地，建个烧砖厂，然后再建个新房子。建新房，这是好事啊！烧砖厂也是一个出路。这下你也有出息了。这村里的地，你看上哪一块就去建，我给你开证明就是了。多谢村长。砖厂？对啊，我打算用咱们砖厂生产的砖来建新房子，这样还可以卖砖挣钱。这砖厂建起来得花不少钱吧？这个能花多少钱啊？你知道咱们现在有多少银子吗？15两，够不够？15两银子啊，这可是好多人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啊！我说过，我保证你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。5两银子，以后你想买什么就拿去用。不，相公，这使不得，哪有女人管钱的道理啊？这传出去会说我不守妇道的。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我这没有这么多规矩。你要不拿，我真生气了。好，相公，那我都听你的。等砖厂建好之后，我打算招工人，1文钱1天，包2餐，你就负责在家里做饭，保证后方安全。好，都听相公你的。这才是我的好媳妇儿嘛。没想到运气这么好，这陷阱还没放多少天，就抓着野味了。周哥，什么事儿？周哥，你说种地怎么还会打猎啊？哪会什么打猎呀？我这纯属运气好，我就在山上多挖了几个陷阱，就抓到了。那你这运气可太好了，周哥，你家岂不是顿顿都能吃到肉了？这肉可不止我一家吃，是给大伙准备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我准备建一家砖厂，以1天1文钱的价格请工人来建，这些猎物也是大家的饭，我1天管2顿饭。感谢我周哥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砖厂的工人组长，由你选人出来，然后来我家拿图纸建砖厂。没问题。等会儿叫你哥来我家来，我带他进山，再给乡亲们打点野味，工钱和待遇跟你一样。相公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和你说一下。你说。这些工人们每天饭量都很大，咱们这几天抓的野味恐怕快要不够吃了。对啊，哥，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。这些小伙子们可太能吃了，这山上的猎物都快被咱们打完了。我知道了，婉仪，我让你织的渔网怎么样了？都织好了，放在客厅背篓里了。那就好办了。这地上跑的抓完了，不是还有水里游的吗？咱就一只一只的抓鱼，那得抓到啥时候啊？你先去河边等着我，下午你就知道怎么做了，一定让你好好抓个够。行。周哥，你拿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就是我中午说的渔网，捕鱼用的。哦，那这个肯定就是咱们的晚饭吧？这是给鱼吃的，不是给人吃的。给鱼吃啊？对，待会儿你就把这个鱼料撒到水里，我呢在旁边负责撒网。你多撒点啊！哦，就是现在！来帮忙了，好多鱼！好多鱼啊！哇，好多鱼啊！太多了吧！周哥，你那新房你看了吗？我就敢打保票，这10里8乡，你这新房是最气派的。把建房这事儿交给你管就是对的，你是最靠谱的。我打听一下，你那新房盖成花了多少钱？咱们砖厂已经投入使用了，你们也可以购买砖来盖砖房啊。那你可得给我打个折啊！我着急娶媳妇儿呢。价格我还没想好，你等我想好了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行哥。
哎，快了快了，二当家您再等等。开了，二当家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相公，你没事吧？放心吧，没事儿。可惜放跑了2个人。小主，这听说这个刁德才带着这个人半夜摸进我们家，撬我们家门，想要杀害我们2个。我反抗的时候不小心把他们2个失手杀了。这可是山匪呀！你说把他们杀了？你介意我检查一下尸体吗？周哥，我爹之前当过警验兵，他懂这些。都死透了。这个洪孝山在翠红镇那一带杀过不少人，官府已经下了缉拿令。至于刁德才，也是咎由自取。你放心，陌上村的人都会为你作证的。我们都看见了，都能给你作证。谢谢大家伙了。做得好，这才是我们陌上村人该有的骨气。村长说您过誉了，我也只是为了自保。不必谦虚，今晚就凑合着睡吧。等天亮，我带你把洪孝山的尸体拉到县衙去，而且还有赏银可以领呢。行，那谢谢大家了。小卓，来，这个是洪孝山的赏银，拿着。哎，小卓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是啊，小卓，这可是你拿命换来的，我们可不能要啊。昨天晚上叨扰大家了，今天又让你们陪我来衙门，这个是你们应得的，拿着吧。要是没有你们，我都不知道这洪孝山能换赏银呢。好吧，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？哎，铁英叔，昨天你一眼就认出了那个洪孝山，你对燕平寨的情况很了解吗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杀了洪孝山，还放跑了他俩小弟，这燕平寨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与其等他们主动杀过来，不如我们主动出击。你可想好了，我们和燕平寨的山匪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的。我料定，这燕平寨一定不会想到我们主动杀回去，敌在明，我在暗。只要用我的办法，我有80%把握荡平燕平寨。行，这回我就听你的。那就麻烦村长叔去帮我找一下木匠，铁英叔去山里找些毒蘑菇，我去买肉，准备好了来我家集合。行。小卓，你看看这是不是你要的毒蘑菇？哎呦，多谢铁英叔了。不碍事。对了，万爷，你帮我把毒蘑菇清洗一下，泡在清水里，我一会儿有用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那你先写，我画个图纸。小卓，小卓，相公，村长叔来了。小卓，木匠给你找到了。前辈，能否请你帮我做样东西？公子这是要做弩箭？对，这是我打猎用的。前辈能否先给我做10把？价钱不是问题。可以，不过此事还得请前辈保密。而且务必要您亲手制成。公子放心，2日之后必将弩箭送来。卓哥，至少呀，弩啊，爸，这跟咱家的不一样。听说你当过兵，看看我这连弩如何？这看着像弩，但又不太相同。这弩还能连发？对，我试试。这可是好东西啊！过一会儿啊，你带着赵石练习这个连弩，争取每一发都能命中。小叔，听你这话的意思，不会去燕平寨的只有我们3个人吧？这个连弩的事儿
不方便让太多人知道，去那么多人也都是累赘，咱们3个人足矣。这连弩虽好，如果只有我们3个人去延平寨，怕只有送死的份儿了吧？此言差矣，听说你忘了我让你准备的毒蘑菇，还有那大棒骨了吗？你们说，要是延平寨的那群人吃了被毒蘑菇水浸泡过的大棒骨，该会如何？好，还是读书人脑筋转得快呀！诸葛，前面太晚了，前面的路像是有人埋伏。那咱们按计划行事，你和我推着车引诱他们。林叔，你埋伏起来，一看情况不对，就用连弩把他们射倒。好，我先在旁边埋伏，见机行事。你们俩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铁英叔。爹，你也注意安全。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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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是延平寨的老大，把有价值的东西都给爷交出来，不然爷砍死你！哎呀，这人山匪！各位大爷，这是我娶媳妇儿的彩礼钱，我要是都给您了，我娶不上媳妇儿了呀！麻利点，再多说一句废话，别让你一辈子都娶不上媳妇儿。爷，这破财消灾，终于都给他们吧。大爷，您行行好，都给你，都给你，都给你们，都给你们了。软蛋一个，就这样，还有婆娘愿意嫁给他？三当家，要不要杀人灭口？罢了，最近寨子风声紧，兄弟们，这什么？多进来啊！不少的，兄弟们，把东西带走，通知大当家，晚上吃大骨头。好。来，兄弟们，来，来，香，真香！这肉有毒！怎么了？这些土匪彻底死透了。我觉得要确保万无一失，这里所有人再补一刀。好。敢抢老子东西，老子灭了你们这群祸害！哼！相公，你可回来了！这2日你去哪儿了？也不告诉人家一声，急死我了！我荡平了延平寨。什么？相公，你没事吧？毫发无损。你看，天哪，这么多银子啊！这都是朝廷发的赏银，除去给铁英叔他们的100两，我们还有300两。相公，但相比起银子，我更担心你的安危。你以后可不能再这样冒险了。放心吧，娘子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再说，我们现在如此幸福美满，衣食无忧，我怎么会招惹他们呢？怎么了？相公，结婚之事我家中尚不知晓，我想带相公回家看看。你看我这记性，娘子，我们确实早该去你家了。不，此事不怪相公，是我一直没有提起回娘家的事情，因为我家实在是……不必再说了，娘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带你风风光光的回娘家。姐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苍天呀，难道还没有人娶你吗？我们家这是遭了什么罪呀？嫂子，别，这声嫂子我可当不起，进门就把你姐姐气倒了。当初死活寻不到婆家，如今又想回来拖累全家。嫂嫂误会了，我已经许了人家，我身旁的公子是我的夫君。你嫁人了？姐姐，嫂子安好。在下陈守拙，今日携婉仪归家，就是为了拜见嫂嫂、姐姐和兄长。你既然娶了婉仪，她就是你的家人了。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你再收回来，我们可不要了啊！婉仪很旺夫，自从我娶了她，我们的生意都变好了。姐姐，这是相公亲自为姐姐和嫂子准备的礼物。
对妹妹妹夫这样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妹妹妹夫，别在院里站着了，快进屋说话。我和婉仪成亲也有些日子了，一直没有回来看看是我的问题。今日略备薄礼，聊表歉意，还请二位收下。妹夫，这是说的哪里话？方才是我管教不严，倒让你见笑了。是我没有及时表明身份，才引起这般的误会。刚才是我急昏了头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我这就去给你们做饭去啊。相公，你不要怪罪嫂子。嫂子自从进我家门以后，终日操劳，从无怨言，只怨我亲事迟迟未定，才让她这般急躁。没事，往事不用再提。姐，您瞧瞧，这都是相公亲自选的礼物。哎呀，为何这般破费？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何必置办这许多？没事的，不值几两银子。几两银子，这都够庄稼人用半年了。明日就去退了吧。你们这小两口的日子还过不过了？统共不过几两银子，您就收着吧。您看看，这是相公亲自挑选的，您最爱的暗纹缎面。这针脚可真是精细。姐，那你就收下我们这份心意，可好？妹夫是个踏实能干的，现在看你有人依靠，姐姐这颗心总算放下了。那这些礼物，那就姑且收下吧，都是当家娘子了，往后可不许这般孩子气。我就知道姐姐最疼我了。好生敞亮的宅院，这般规制，耗费应当不小吧？都靠乡亲们帮衬，我也省了不少心力。陈叔叔，你在这儿呢？我和小石打了一些野味，他正在你的院子里等着你呢。有劳铁英叔了，我们这边过去。千军营赵铁英参见大小姐。赵将军请起。定北侯府的大小姐早就死在流放的路上，如今只有七云寨的萧雪清。侯爷定然是遭人构陷，朝廷迟早会。朝廷，正是朝廷让我们全家骨肉分离。听说燕平寨覆灭是陈守卓的手笔。细细说与我听。小姐，就是这兵器。好精妙的计谋，这个兵器也是巧夺天工。这般利器当真出自陈守卓之手，确实是他亲手所制。若当年北疆军中有此等装备，家父绝不会。赵将军，依你看，陈守卓究竟何等人物？此人心思深沉如海，谋定后动，出手果决，表面看似温文，实则暗藏锋芒。若我以军师之位相邀，你觉得如何？属下斗胆直言，绝无可能。民主岂肯暗投？我明白了，还请铁英叔在村中替我安排个落脚处。说便是来收购山货的商贾，可好？甚好。待我说动那位奇人之日，便是我七云寨重振之时。如今这火炕已成，屋内布局也差不多完毕，就剩这门窗。哎，你说用油纸封窗如何呀？油纸？相公莫不是说笑吧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终有一日，我要研制出那琉璃香窗，让阳光满室生辉，不受寒风侵扰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阁下是？我是来收药材的。相公，前几日他在村口收药材，见过几次。对，廷叔说了家里有药材，所以我来看看。原来是铁英叔引荐的，我以为你是冲我来的。我就是来收药材的。玩笑罢了，让阁下失望了，我家并无药材。哎呦，铁英叔啊，小叔，你今天怎么得空过来了呀？是你引荐那位姑娘来找我的？你都瞧出来了？你是说她是女流之辈的身份，还是她不是药材商这个事儿？果然什么事都瞒不住你啊！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早年曾在行伍待过啊，这事儿
我略有耳闻，而且是千机营的副统领，那是定北侯的亲卫军。那位萧姑娘便是定北侯独女萧雪清。5年前，定北侯抗击草原部落时，因翠红镇匪患截断粮道，导致大军溃败。朝中奸佞趁机诬陷，侯府遭满门流放。大小姐逃至此地后，建立了齐云寨，立志要肃清翠红镇的匪患。哎呀，这乱世之中能有如此魄力，实在是令人钦佩。但仅凭齐云寨今日之力还远远不够。大小姐得知你智取延平寨后，特意前来邀请你出任军师，共同肃清匪患之大业。哎呦，不可！我一介书生，怎敢当如此大任？我早知道你不会答应。大小姐呢，我也是这般劝说的。多谢铁英叔成全。你我之间不必争这些虚礼。铁英叔，我……大小姐，你但说无妨。小卓已经知道你的身份和来意。铁英叔，齐云寨的二当家苏伯古叛逃到了萧明寨，我现在必须立刻回去一趟。事不宜迟，你赶紧回去。好，陈公子，我有一事相求，我不知可否将铁英叔这把连弩一起带回寨中。但取无妨。大小姐，连弩在此。陈公子，不管是我齐云寨还是定北侯府，我永远恭候你。大小姐求贤若渴呀，你若有意……铁英叔，功名利禄不过枷锁，哪比得上这陌上村逍遥快活？若真要去那刀光剑影之地，铁英叔你又何必留恋于这山水之间？好小子，现在都敢拿我开玩笑啊！告辞。好个通透的小子，倒显得我执着了。爹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了？您别着急，我已经叫我手镯哥了，他马上就到。爹，哥，我爹……别急，我看看。好。只是一些皮外伤，没什么大碍，过段时间就能下地走路了。哥，我爹真像你说的，过几日就能好。我诊病什么时候出现过问题啊？只要按照我说的做，不出几日，铁英叔便能下地行走。仙哥，那我现在需要做些什么？你呢，先去买点金疮药，再买点干净的棉布条，一定要最好的金疮药。等你回来呀，再烧壶水，把铁英叔身上的血迹擦一擦，然后用烧酒消毒，再上药。行，我先去准备金疮药。少主，你怎么来了？铁英叔，你快躺好，我让赵石去给你买药去了。铁英叔，我观你刚才身上多处刀伤，怎么回事？我放心不下大小姐，偷偷去了齐云寨。情况不妙吗？萧明寨以占山为王，苏伯古那个叛徒设下了圈套，幸亏有你的连弩，我才护着大小姐杀出了重围。可路上又遇上伏击，又走失散了。小卓，求你救救大小姐吧！侯爷当年救了我的性命，可如今大小姐生死未卜，铁英叔，我答应你，你先好好养伤啊！多谢了，我会尽力寻找。不过铁英叔，若你不顾伤势，这一切将会失去意义。快躺下吧。爹，你怎么了？哥，金疮药我已经安排人去买了，我先给我爹消毒。行，用剪刀把铁英叔身上的血衣剪开，用烧酒消毒的时候手一定要稳，千万不能沾上生水。放心吧，哥，我手是最稳的。爹，疼吗？还好。婉仪，我回来了。相公，你回来了。铁英叔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嗨，上点药。我操！你怎么在这儿呢？
我跟铁鹰叔说好了，分开突围，然后我们在陌上村见面。这陌上村，我只对你家熟。你对铁鹰叔家不熟吗？你受伤了？一点小伤，不足挂齿。哼，婉仪，我去烧水，你把他调到偏房的床上，再拿一套你干净的衣服过去。啊，这相公这不太好吧？哎呀，他没吧？去吧。啊，来，我扶你。谢谢姑娘。慢点儿。嘿嘿嘿嘿。哟，哎，您还识字呢呀？您过奖了。萧小姐，我看您这伤也好的差不多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啊？陈公子这是要下逐客令了。哎，萧小姐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我救你是铁鹰叔的情分，要是让各路山寨知道你在我这儿，我就没有安心日子过喽。好，我明日便走。哥，不好了！萧小姐，哥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你爹死了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是萧明寨把咱们的砖全抢了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是我自己逃回来了。又是萧明寨！哎，哥，什么叫又是萧明寨啊？你们俩看我干嘛？我只是一个女子。哎，萧小姐又谦虚了。萧小姐，谈笔生意如何？什么生意？什么生意？联手踏平萧明寨。你可知道萧明寨的实力？苏波谷带过去的逃兵，再加上他原本的人，不是你几把连弩就能拿下的。一群乌合之众，只要我出手，不出3日，必叫其灰飞烟灭。帅吗？帅。那什么条件？你七云寨的残部尽归我所属，违令者斩。那我能得到什么？名震翠红镇的威名，还有整合各路山寨的契机。这些好处都让我拿了，你要什么？这专路畅通的利，还有官府赏银的利，蝇头小利嘛，都归我。好，3日之后我带人相见。为翠红镇除害。哥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大觉悟了？挣钱嘛。陈公子，我七云寨53名精兵已经准备就绪，随时听候待命。很好，比我想象的要多。那你们有多少人？20人。好，加上我的人也近100人了，我们可以与他周旋一番。非也。200人。那这陌上村总共不过100户，你何从来的200多人？只有我和我2个人。陈公子，你这种掉脑袋的事儿我干不得。站住，且慢！当日荡平燕平寨，我不过也就3个。况且打仗靠的是脑子，不是人多。而且我们有连弩20把，毒箭300支。再说了，你现在也找不到其他人合作吧？好，若此计不成，提你脑袋祭我兄弟。此战若败，赵石文景谢罪。赵石文景谢罪。嚯，你看这人数都有几百号人了。好了，我们该走了。这可不好办啊！走吧，主播，走。哎呀，你想没想好对策？想的差不多了。你再说说胡洛那个人。胡洛这个人生性多疑，性格残暴，再加上苏波谷带去的人，他们应该有200多号人。可是你看看，就咱们这点儿。可我记得你平日里宽厚待人，那苏波谷为何突然反叛啊？我……行，
那就请萧寨主帮我给那个苏波谷写一封信。我刚才看那个萧明寨把苏波谷等人安置在寨子的一角，想必是对他们的投靠有所怀疑。我们可以让胡洛认为苏波谷是假意投靠。刚才我问你那件事情，是因为苏波谷对你怀有爱慕之情吧？你书信上就写“昔日寨中海棠依旧”这8个字足矣。这几日啊，我观察你们七云寨，发现你们更像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。按理说，这个苏波谷身为2当家，不应该反叛，除非因情所困。嘿，他急了！又因为你主动来找我合作，所以因爱生恨。可对，是又怎样？你到底要不要施计？施计，就写明日我们里应外合剿灭萧明寨，用胡洛的人头庆祝我们2个完婚成婚。陈守卓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姑娘，这是离间计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我可是有家室的人。后续如何？后续就随便找一个人假意投靠萧明寨，让胡洛偶然发现这封信即可。好，此计若成，我记你头功。恭候萧寨主佳音。你觉得我坐在这个地方感觉如何？哥，我是个粗人，说不了什么漂亮话。好，你在这坐着，就像那说书先生里的大将军一样，威风凛凛。哎哥，你说这萧小姐怎么说也是个女流之辈，她能干好此事？我跟你说啊，哟，陈公子，这一会儿不见，这就在营中当起了寨主了。萧寨主，你有空跟我这开玩笑，想必有好消息了吧？托你的福，我们已经成功剿灭了萧明寨，而且苏波谷已被俘，现在我们的人正在下面打扫呢。好事儿啊，恭喜！同喜，恭喜你！什么意思？萧雪清参见2当家。操！哥，你什么时候成2当家的？我才不当2当家！那可不行，我曾经在兄弟们面前发过誓的，谁要是帮我们消灭了萧明寨，谁就是我们的2当家。陈公子，你已经卷入了这场风波，不如就此持有利刃，有了我们七云寨做后盾，日后诸事皆可从容应对。行，我同意。传令下去，从今日起，陈守卓之言皆我之令。遵命。把那个姑娘也带上来。是。姑娘？我们在剿匪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孤女，现在无家可归，还望陈公子收留。萧寨主，我可是有家室的人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公子，小女子楚云舒愿跟随公子左右。陈公子，就现在这么一个世道，你看这位姑娘难以独活，我们七云寨有命，是不能留女眷的，你就发发慈悲吧。要不你纳为小妾也好。哥，退一步讲，咱们砖厂、造纸厂都需要人手，咱们何妨不留下来多个劳动力呢？奴家通晓商事，愿为公子分忧。你会经商？家中曾在广安郡经营多年，颇谙此道。好，我不缺小妾，但是我缺一个合作伙伴。那多谢公子收留。相公，她是……哦，娘子莫要误会，她是楚云舒，剿匪发现的孤女。我见她懂生意，想把她带到咱们家接管咱们家纸铺的生意。行，夫人，我就在这里住1、2日，以后我就回店里了，我一定尽职尽责。好，那我先去给你们做饭。卓哥，你要的纸给你带来了。好，你来看看，这纸如何呀？
这纸光滑细腻，洁白无瑕，比我们平时用的纸要好上不少，当为上品。那你再看看这一款如何？这纸有点厚，而且还硬，摸上去还有些粗糙，应该不是用来写字的吧？聪明，这是封窗用的油纸。你觉得这纸应该卖个什么价格呀？这封窗的纸定价3两银子出售，这写字的纸比我们平时用的要好上不少，定价不得少于4两银子，而且这2种纸都必须得在广安郡出售。哦，展开说说。翠虹镇县、锦船县、青阳县虽然都可以选择，但毕竟县城太小，这纸张也是属于奢侈品，必须要在更大的地方才有市场，才能卖上价。聪明，我没有救错人。赵石，你去让造纸厂近期加紧生产，造出一批纸来。过2日，我要带楚小姐去广安郡一趟。行，我这就去。这食堂也建造完毕了，工人们吃饭的问题也解决了。还是卓科有办法。哟，这弄得不错嘛。萧雪清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来给你送钱呀。哪儿呢？那，这是朝廷赏的1800两，本姑娘可1分没动啊。不错。你要没什么事儿，你回去吧。我今天除了送钱，还有一事相告。出事了？朝廷将我爹官复原职了，我现在要回定北侯府。这好事儿啊！恭喜！你别在这儿跟我装了啊！你这么聪明，难道你猜不到背后的真正原因吗？我猜要打仗了，定是那草原人又不老实了吧？对，朝廷得到消息，草原人已集结部落，现在准备南下。那就在此恭祝侯府旗开得胜，歼灭来犯之敌。好，人各有志。那，这是我定北侯府的令牌，见令牌如见定北侯，你收好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二当家，从今往后七云寨就靠你了，一定要帮我照顾好他们。身为你的好朋友，肯定让你没有后顾之忧的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哥，这么多钱，你打算怎么花呀？我先把它换成银两，然后分给你100两。剩下的呀，我得去广安郡开个店铺，还有组建一个盲垄卫。哥，那个盲龙卫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次的事件让我明白了，做生意必须要有一支自己的护卫队，这样能有效保证咱们货物的安全。那也不用啊，咱们不是有西云寨的兄弟吗？七云寨是七云寨，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意和地盘吗？啊，他们护卫的范围有多大呀？咱们可是要把店铺开到广安郡去，不需要自己的护卫队吗？村里的安全呢，不需要自己的护卫队吗？哎呀，需要，哥，你说的都对，我打麻了都。这样，我先把它换成银两，你呢，先回家换好了，我去找你。行。爹，喝水。好。铁英说：“少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的事情和大小姐的事情还没有上门谢你呢，你就先来了。我那是顺手而为，我今天来啊，是给赵石送银子的。喏，你的100两，看看。哥，你治好了我爹的病，这钱我不能要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上次的事你也有功劳，拿着。爹，拿下吧。听说，我还有笔生意想找你谈谈。你说说。想必你也从赵石这儿听说了盲垄卫，我想聘请你为盲垄卫的总教头，1个月1两银子，包3餐。可现如今我的伤还没有完全好，你确定要聘我当教头吗？
您身经百战，经验丰富，训练莫上村这群人简直是绰绰有余啊！这个七云寨的人虽说也不错，但是他们缺少实战经验，还有严格的纪律性。聘请你为总教官，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侯爷官复原职了，大小姐也回去了，你这是要……不，我没有这种打算。行，我答应你。多谢铁鹰叔。这七云寨啊，我已经安顿好了，纸张我也准备好了。婉仪啊，我要去趟广安郡，我让云叔陪我去。公子，你终于考虑好要去那边考察了呀？对，以后广安郡的店铺就由你来负责。你对那边的情况还算熟悉吧？熟悉，以前我的父亲在那边有商铺，都是由我负责。好，那到了那边，生活起居你多关照一下。是，公子。哦，公子，不瞒你说，我的舅舅在那边也有做生意，也许他能成为你的助力，能否容我过去以后先去见见我舅舅？好啊，有助力那自然是最好，那我就在客栈等着，你安心去办吧。是，那就多谢公子了。万一要走了，我舍不得你。公子，我回来了。看你这表情，情况似乎不太对劲呀。我舅舅他不是在布匹生意上有一个祖传的什么纺织手艺吗？被对手谢家学去了。这谢家他就仰仗着在府衙做主簿的馅儿爷，整天打压我舅舅所在的马家，让马家生意一落千丈，都快逼得他们马上就要变卖铺子了。哎，什么铺子啊？我是说你舅舅卖什么铺子？地段好吗？客流量如何？就那清水街道的那铺子，那铺子是位于广安郡最繁华的地段，那街道4通8达，就那一间铺子能顶其他街道5间。那你舅舅打算什么时候公开出手？明天。行，那你下去休息吧，明天咱们去清水街看看。哦，是公子。旺铺出售，看一看吗？旺铺出售，要看一看吗？唉，这就是你舅舅马家要卖的铺子。回公子，正是，这门前站的就是我的表妹马寒烟。4通8达，确实好地方。谢涛，谁要你来的？我们马家不欢迎你。这话说的，你们马家商铺都挂牌出售了，我谢家还不能来看看吗？痴心妄想，我们马家的商铺就算转给小摊贩，也不会卖给你们谢家的。是吗？这广安郡除了我们谢家能买得起这铺子，还有谁能买得起？再说了，就算你卖给其他人，我们谢家也势在必得。我说这门口怎么如此吵闹？原来是谢县之来了。你父亲没和你一起来？啊，我父亲在城中与几位布匹商商谈合作事宜，实在是抽不开身，所以派我来收购此家商铺。原来如此，不知马伯伯准备多少钱出售这家商铺啊？一口价3000两银子。父亲，寒烟，莫要胡闹。3000两银子多是多了点，但这价格绝对值。确实，不过这谢家可不会就此应允，这广安郡的商人们也会考虑到谢家的财力与其在官府里势力，不敢与之争价。我猜这谢涛会压低价。但这铺子是我舅舅的心血，他不会同意的。所以我们的机会就来了。马伯伯，3000两太贵了，做生意哪有一口价？我觉得2000两最合适。2000两银子，连在清水街最差的铺子都买不到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哎呀，我就提个建议，不行，算喽。哎，3000两，我买了。这谁啊？以前没见过啊。应该是新来的商户吧，还不知道谢家的厉害，我看他是完蛋了。我是广安郡谢家大公子谢涛，知道得罪谢家是什么后果吧？不知道，但是我花了3000两买下了马家的铺子，你要是想要就继续加价，不要的话就滚，别来耽误我跟马家谈生意。你好，你有种，你给我等着！马掌柜，我可是花了3000两买下了你这马家铺子，确定
不请我进去看一眼？公子说的哪里话？来，请进。舅舅，云舒，这就是你说的陈公子吧？多谢公子为马家出头。马掌柜不必如此，我呀也确实想买您这店铺。此话当真？有这么惊讶吗？如此地段，我觉得3000两也十分合理啊。公子有所不知啊，他谢家仗着在府衙有一主簿，为所欲为。如果公子想要在我们广安郡立足，最好还是不要得罪了好。小事儿，您就只管说卖不卖就成。只要公子方便，我这边随时可以。好，那敢问公子打算什么时候可以交接？我这边也好早做准备啊。哎呀，马掌柜，我此次前来呢，没带多少银两，还请马掌柜再给我5天时间。没钱？没钱买什么店？舅舅，你相信公子，5天就5天，我们一定能赚够3000两银子。云舒，你也不是没做过生意，怎么会信这种话呢？哎，行，看在你救了云舒的份上，5天就5天。如果到时候你没能给我3000两银子，我会把店铺收回。多谢马掌柜。走。公子，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你去雇3辆马车，送到村里去，让赵石带着咱们做的纸运回来，就放在店里，由你看管。公子，那你呢？我呀，我去了解一下广安郡的市场，还有商户的布局，了解一下这儿的分布。等你有麻烦了，再来叫我。是公子，我知道了。关爷，我们都是做正经生意的，从来没有坑害过任何人啊！你跟我解释没用，有人到衙府举报你们这里有欺骗消费者行为，我才来检查的。敢问这位仁兄，这又是什么情况呀？还能什么情况？今日谢家公子在这里被人戏耍，这不找到府衙的人过来出气了呗？对，这个人我认得，是衙门里和谢家主簿走得近的岳班头，你可千万不能上前呐！多谢这位相告。这位官爷，我是这家铺子的东家，敢问官爷今日前来所谓何事？你就是这商铺的东家，有人举报你们店铺缺斤短两，坑害消费者，跟我走一趟吗？可是我这货物也没到，何来缺斤短两或者欺骗一说？哟呵，还敢狡辩？我说你有就有。官爷，这个事情我们认罪，还请官爷明示。还是你们小娘子懂事啊？云舒，下去，我跟这位官爷好好说。但是公子您下去。官爷，我们明人不说暗话，是谢家让你来找我麻烦的吧？这读书人脑子就是聪明，知道得罪了谢家，在这广安郡都待不下去了吧？哎，你也不差。我要是刚才真的花钱消灾，那就是坐实了欺骗行径，我这铺子怕是真的会被查封吧？那你是想跟我一起回府衙受皮肉之苦再承认，还是说现在自己就承认啊？我俩都不选，那就怨不得我了。拿下！慢着，这谢家最大不过是一个主簿，不知道我这令牌跟主簿比哪个大？这是定北侯府。正是。你是定北侯府的人？你说呢？方才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请大人念在小人无知，不必计较。今日之事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但是希望这位班头日后多多照顾我们家的铺子，免得一些小小之辈来碍我的眼。大人吩咐的事，小人一定办到。滚吧！是，这就滚。还围在这干什么？滚！小心我按扰乱治安，定你们罪。各位父老乡亲们，今天我芒陇商铺开业，我是这芒陇商铺的东家。今天我们芒陇商铺开业，一律8折，不管买与不买都可以过来看。我们芒陇商铺啊，主要经营纸张，一种是这种写字用的纸张，一种是这种封窗用的白纸，都是我们自己研制顶顶好的纸张，大家赏眼。这纸真不错，洁净光滑，比我用的黄纸好得多。这纸恐怕不便宜吧？哎，不贵不贵，你说的这种啊，3两银子1斤，这种封窗用的油纸2两。哦，这么便宜？当真吗？当然。那我要1斤。
记。公子，您稍等，我这边给您记一下。老板给钱，我先来的，给我来2两。各位排好队，人人有份。陈守卓，就算你是定北侯府的人又如何？我照样能让你好看。这次我们一共赚了多少银子？回公子，我们的净利润是4000两银子。多少？我没算错，就是4000两银子。哥，这么多银子，我做梦都没梦到过。行啦，跟着你卓哥混，日子会越过越好的。云叔，你拿3000两银子给你舅舅送过去，就说是上次买铺子的钱。好。赵石，好，咱们现在的纸卖的一天比一天多了，怎么库房里的纸一天比一天少了？对了哥，我正要跟您说这事儿呢。你说咱们开店之前啥事儿也没发生吧？自从咱这铺子开起来以后啊，屡屡遭到山贼的袭击。虽然说有盲龙卫护着，纸上没有受到太大损失，但是这太耗费人力了，所以送货时间可能会拉长呀。公子，我上回就想提醒你了，谢家之所以能在广安郡为非作歹，不光是因为谢家明面上有主簿，得罪了谢家的人都会莫名其妙的遭受匪寇的抢掠。广安郡的乡亲们都怀疑谢家在暗中可能勾结了山贼。那你之前流落的萧明寨是？公子，我不知道，这都是大家的一个猜测，至于是不是真的就不知道了。赵石，盲陇卫也沉寂了这么久，你也该历练历练了。这次剿匪行动，我只会给你们扫清道路，具体行动还要出谋划策，由你跟铁鹰叔带队。你呀，跟铁鹰叔多学着点，以后这些东西可要交到你手上，明白吗？明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行了，你们各自去准备吧，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。公子，前面就是公安镖局，是我们公安郡实力最强的镖局。好，那我得好好看看。敢问公子是要找镖局走镖吗？我来找你们光安镖局谈笔生意，叫你们主事的出来。在下就是这光安镖局的少镖头岳池，敢问公子是何生意？公子请坐。我想请镖局出面帮我剿灭几个山寨，事成之后官府的赏银平分。就是不知道贵镖局敢不敢接这个镖事？公子是在开玩笑吗？我陈守拙从来不开玩笑，就看少镖头敢不敢赚这笔钱了。陈守拙，你就是那个剿灭了燕平寨和萧明寨、盲龙商铺的东家陈守拙？正是在下。陈公子的名声我早有耳闻，只是剿匪事宜重大，我不能擅自做主啊。这是自然。那等少镖头和众兄弟商议结束之后，来盲陇商铺找我便成。陈公子放心，您给我3天时间，一定给您答复。好，那少镖头您先忙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行告退。再会。这光安镖局的气场倒还算稳，这镖师也有几分真功夫。公子，你觉得他们会答应吗？这个镖局门厅清冷，像是许久没有生意了。你觉得他会放过我们这条大鱼吗？那我们现在回商铺吗？不，去府衙找岳擎苍，顺便见见府衙里的大人。去府衙做什么？咱们不是准备剿匪吗？我们带了这么多人去剿匪，总得师出有名嘛。赵石，这次行动你一共带了多少人手？哥，盲龙卫一共来了53人，都配了连弩。好，附近山寨的情况都打探清楚了吗？放心吧哥，我跟我爹都问清楚了。最大的那个萧明寨不是已经被咱们消灭了吗？其他的山寨都比较胆怯，如果不是这个谢家从中作梗，他们肯定不会再想劫掠咱们了，都忙着内斗。好，这确实是个好消息。
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这样，咱们先从离他们近的黑崖寨把他们剿灭，咱们来个声东击西，吸引他们的注意，然后咱们再冒充黑崖寨的人，让几个山寨互相斗起来。等他们斗得差不多了，咱们再逐个击破。手镯这个主意好。赵石，这是你头一回自己带人办事，经验还浅，多听你爹的意见。放心吧，哥。哎，您之前说的外援呢？应该快到了。陈兄，邵镖头，不知道邵镖头跟众兄弟商量的如何呀？我光安镖局56人，愿意和陈公子合作。陈公子好本事啊！短短1月，荡平了这光安郡内大大小小所有的山寨，是片甲不留啊！真是英雄出少年呐！哎呦，大人过奖了。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这是大家的功劳。我只不过呀，是做了分内之事。陈兄弟过谦了。要不是你啊，此事怎能进展得如此顺利呀？来人呐！大人，将陈公子的赏银拿过来，再将那罪人谢涛带上来。是。大人，这是……此次剿匪啊，牵扯出了不少的大案，陈兄弟难道不感兴趣吗？大人，陈公子的赏银和罪人谢涛都带来了。大胆谢涛，伙同主簿谢通勾结山匪，罪大恶极，证据确凿。明日5时斩首示众。主簿谢通罢去官职，永世不得为官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你谢家全家涉案，现将家产全部抄没充公，家中男子连同虏获的山匪发往边疆，家中女眷送往军营为祭，以儆效尤。大人，我错了，大人，我错了。带下去。是。严加看管，切勿节外生枝。是。大人。陈公子，不知下官如此断案，陈公子意下如何？草民陈守拙，感谢大人秉公执法，为民除害。要谢还是要谢陈公子啊！以后本官还要多多仰仗陈公子。来，喝茶。陈兄，快请坐。岳兄，这个是朝廷下发的赏银，一共2万两，这1万两是你们光安镖局的。陈兄，这可使不得！此次剿匪，你们芒陇卫冲在最前面，我们光安镖局的兄弟都没怎么出力，用不了这么多银两。岳兄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这件事情是咱俩之前说好的，你必须收着，这是兄弟们的辛苦钱。那我就替兄弟们谢过陈公子了。其实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想跟你商量。岳兄，但说无妨。陈兄，我思前想后，从今往后，我岳池要追随你。追随我？你想清楚了？陈兄，这1个月来，你剿匪安民，不仅为人公正清廉，我岳池相信，从今往后追随您一定会更好的。岳兄，你我相识不过才1个月，你还是再考虑考虑。我早已思索良久，从今日起，我岳池要为您鞍前马后，绝不反悔。好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陈守拙的兄弟，只要我陈守拙还活着，就有你岳池的位置，绝对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大哥，我岳池绝不负大哥所托。岳池啊，这追寻归追寻，但是呢，我还是要和你们光安镖局谈生意。大哥但说无妨，只要我光安镖局能做到的，绝对义不容辞。没那么困难，只是一个简单的雇佣生意。我呢，希望你们广安镖局负责我们芒陇商铺在光安县的安全，1年我给你们1000两，你只需要
每日派出5位镖师守在我们商会，保护商会和货物的安全就行。大哥，这点小事何谈古庸啊？您放心，这商铺交给我，绝对安排的妥妥当当的。事儿不是这么做的，你是你，公安镖局是公安镖局，你手底下那群兄弟全指着你吃饭，我可不会让我的兄弟白干活。那就听大哥安排吧。周哥，你找我？你来的正好。来，这是纺织厂的图纸，你拿给建工小队，让他们按着造，千万别出岔子。画得够好的。行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织布机木匠做的怎么样啊？哦，木匠已经造出来了，这几天呢放在村子里，让大叔大婶们试一试，看看好不好用。哥，你这是虚了。你也知道，现在咱们村子呀有3个厂。哦，这工人人手根本不够啊。人手不够？就是在工厂做工的工人。哎呀，就是人手不够呗。这附近村子里大叔大婶这么多，咱们随便扒拉几个不就行了吗？就咱这待遇，他们肯定挤破头也得来啊。对呀，哎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你看，这就是关心则乱，我完全可以去其他村找工人呐。是，赵师，谢谢你，这几日啊，你就帮我看着村子，我明天就带婉仪回娘家。姐，这外面的马车也是你们带来的？这是相公特意买的，他说平时可以拿来运东西，用着也方便。好孩子，这姐姐以后呀就再也不用惦记你了。哎，姐，嫂子和大哥呢？他们去哪儿了？嫂子在厨房忙活呢，大哥呢在地里正估摸着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婉仪、手镯，你们来了，赶紧喝点水。哎，嫂子，不用这么麻烦，我们俩回来啊，是希望找你和大哥帮点忙，耽误不了多久的。大家都是亲戚，说什么帮不帮的？是这样，我在陌上村啊，又开了一个纺织厂，结果陌上村工人不够用，所以我想麻烦大哥还有大嫂，看看能不能从下河村带一些工人过去。哦，待遇还跟之前一样，1文钱1天，包2餐。还手镯，你已经赚得够多了，你这么做万一赔了呢？嫂子，你放心吧，不会的。那行，那嫂子帮你这个忙，明天就去村里帮你吆喝吆喝啊。不过嫂子得问一句啊，这下河村离陌上村也有一段距离，来回得走大半天呢。这个村民要是过去了，晚上住哪儿啊？嫂子，这一点我早就想好了。我们陌上村现在已经很多人都建起了砖房，那老房子一直空着。下河村的人过去刚好可以住在老房子里。我还打算工作7天，再额外给2天的假期。到时候大家想回来就再回来吧。秀，这事可够好的，那就是来回折腾点，不过也不算啥。嫂子要是觉得来回跑麻烦，这陌上村也是欢迎大家搬过去住的。这虽然2个村子有一些距离，不过也不算太远，来回路程也方便，而且在陌上村待着还有活干，何必要守在下河村的几亩田地呢？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嗨，那手镯，我跟你大哥，我们也能搬过去吗？当然了，陌上村随时欢迎你们。那行，那咱们可就说定了，我们也搬过去，到时候还得麻烦你帮衬帮衬，你别不管我们。哎呀，嫂子，只要你和大哥来，我一定给你们安排最好的空房。这到时候再让大哥去纺织厂干点杂活，生活待遇肯定比现在强。那就麻烦你帮衬了啊。公子怎么样？哎呀，纸张和布匹我都让赵氏放库房了，我带了一些布匹的样品过来。马家那边你通知了吗？我早上就联系舅舅中午过来了，看时间应该马上就到了。正好，你来帮我看看这布匹叫马家之前卖的怎么样。这第一种好像比马家要粗糙一些，这第2种、第3种好像比马家要好，但是我得需要上手摸一下。舅舅，快请坐。马掌柜，您来的正好，来看看我带来的一些布匹。行。
布匹粗糙，不能做衣服穿，穿在身上定然不舒服。马掌柜说的没错，我这布匹啊，可不是用来穿的，是用来做旗帜、麻袋等一类东西。马掌柜，再看看第二种。行。这个好，比我马家的布都要好啊。这个呀，是用来做外衣的。马掌柜，不妨再看看第三种。光滑细腻，可谓上乘。这质量，完全可以当贡品进入朝廷的呀。陈守卓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秘密。马掌柜，我打算利用马家的销路，把我这批布散出去，到时候我给你3成利。那就太感谢陈老弟了。放心，我一定能做到，包在我身上。那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这下河村迁移过来的人都安顿好了吗？没出什么岔子吧？放心吧，哥，都已经安排妥当了，把大家呢都已经安置在村里闲置的老房子里了。不过这回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就在咱们村东头啊，新盖了好多房子，过不了多久就能住上了。这次来了多少户啊？比咱们预想的多了。多了，刚开始啊就来了这么10几户人。不过听说咱们这儿能挣钱以后，是1传10，10传百，整个下河村来了得有半个村子，拖家带口的，可热闹了。这要这么算下来，咱们纺织厂和造纸厂根本用不上这么些。哎，我上次跟你说那个加工厂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肯定没问题啊，哥。就是你说的那个加工油纸伞、骨架，还有做木匠那个厂子吧？对，我问了刘木匠，还有咱们村的铁匠，他们都说没问题。这个材料啊、工具，他们都可以准备。过不了多久，这厂子就能建起来。好，赵石，你呢，先去账房支点银子，咱们把这个加工厂建起来。趁着咱们现在人手充足，咱们再建一个公共设施啊，把盲龙卫的训练基地扩大一点，省得咱们兄弟们训练放不开手脚。哥啊，你说的那个公共设施是啥玩意儿？哎，怪我没说清楚。这公共设施啊，就是大家伙都能来的地方。咱们建这个大食堂就是公共设施啊。现在陌上村的人越来越多，咱们也不能只有工作的地方啊。我打算建一些健身器材，再建一个公园，这样大家工作完有个地方歇歇脚，活动活动身体。哎呀，那有了健身器材，还有公园，有这么多好玩的，大家业余生活肯定会更开心。哎，那行，那我忙去了啊。行。哎呀，陈守卓兄弟，你可让我好找啊！没想到这老房子你还留着呢。沈大哥，哎，您有事情派个人通知我就行，您怎么还亲自来了呀？来，我给您倒个水。哎，不用忙，不用忙，我今天来呀，跟你说个事儿，兄弟，你可太厉害了呀！要不是我一直关注着陌上村儿，今天一来我都快认不出来了，家家户户这都住的是砖瓦房啊，比我们这个翠红镇县的富庶人家过得都好啊。陈大哥过奖了啊，这些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，我呀就是搭了个架子。哎，不知道陈大哥今日前来所谓何事？哎，你很机灵啊。你还记得这光安郡的高大人吗？他呀，因为这次剿匪有功，升官了。哎呦，咱们翠红镇县的冯大人，因为一同出力也升了，明天就要去光安郡上任了。所以冯大人特意嘱咐我来请你，今天晚上咱们一块儿去吃个便饭。这一来呢是给他践行，二来呢是商量商量上任之后的事啊。兄弟，你可千万不要推辞啊！没问题，冯大人相邀，我肯定去。但是，沈大哥，那你呢？你以后还在这翠红镇吗？哎呀，我肯定跟着冯大人一块儿去光安郡了。这我以后得跟着他呀。哎，不过
我们这虽然这一走，但是没关系，这高大人跟冯大人已经在新来的县太爷那儿打过招呼了。大家现在都知道你在为地方做的贡献，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有劳各位大人费心了。哎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沈大哥，咱们先出发。哎，走。小陈呐，这训练场地多亏有你，这一套训练下来，能和军中不相上下。哎，铁英叔，您可别这么说，我这可是小打小闹，就是无聊的时候折腾几个小玩意儿。陈守卓，少，萧雪清，你不是回定北侯府了吗？怎么，我就不能来看看我的二当家吗？你小子行啊，这才多长时间啊，我都认不出来这是陌上村了。你说这个，嗨，小打小闹跟你比不了。好训练。这位是定北侯府的第一高手，文武双全。听闻我要寻你，也顺便来看看。哎呀，那你也太没自信了。我看这个可以称之为是大雍皇朝第一高手。你说什么第一高手呢？瞎说什么呢？哼，草民陈守卓拜见少侯爷。前军副统领赵铁英拜见少侯爷。请起。雪清说你聪明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呀。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少侯爷的气质自然不用多说，身上的布料虽然朴素，不过十分的珍贵，普通人可买不起。不过这些都不是我最终确定的理由。哦，但是我看到铁英叔对您的态度之后，我确定了。铁英叔刚才一见到您，明显想要下跪，而且又紧接着退到一侧。我并未见过少侯爷，但是我知道铁英叔的身份，所以我大胆猜测了一下，能同时得到铁英叔尊敬，还有萧雪清引路，恐怕只有少侯爷您了。陈兄弟果然聪明，不愧是光安郡的剿匪的英才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这都是兄弟们拼命的结果。如果没有你的计谋，他们在剿匪的过程中也只是白白送命，不是吗？少侯爷谬赞了，敢问少侯爷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大丈夫应该以天下为己任，陈公子有如此才华，何不用来报效朝廷？哼，我这个人无心功名利禄，只想守在一个小地方逍遥快活。报效朝廷这种事情，有少侯爷这种有志之士就足够了吧？如果人人都如你这般守着家乡故土，那我大雍皇朝该如何发展？少侯爷，士为知己者死，像您这样一心为朝廷，真的值得吗？你也并不这么想吧？少侯爷宽宏大量，一心为民，连个人荣辱都能不计前嫌，我陈守卓做不到。今天的谈话只有我们4个人知道，谁都不许传出去。是。陈公子，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我自然要为朝廷分忧。刚才是我唐突了，还请陈公子见谅。少侯爷不必如此，我这个人闲散惯了，受不得半点委屈。少侯爷若没有什么事情，草民先行告退。陈守卓，相公，当时侯爷的那个事情，你真的拒绝了？你没有留一点余地吗？不然呢？为什么要留有余地？他想邀请我为朝廷效力，我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答应。与其耗着互相折磨，不如走得干脆点。不是，相公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周哥，周哥，按照你的要求，工厂还真把这油纸伞做出来了。你看，这伞面，这做工，是不是跟你说的一模一样？不错，比我想象中的要好。做了多少把？连夜赶工，一共是做了200来把。不过，哥，这油纸伞做的伞面能防雨吗？这大雨不会把这伞面弄破吧？我让你拿着油纸封的窗户，你看现在下雨了，雨水有渗进来吗？这伞面用的是同款的纸，上面我还让打了桐油，挡点雨没有任何问题。
这伞看着是挺新奇的，样子也好看，可我总觉得这个伞面上是不是少了点什么东西啊？还是娘子聪明，一眼就看到了问题所在。我让你找的画家，你找到了吗？哦，找到了哥，在附近的县城里啊，找到了2个画山水画不错的名家，不过他们要价有点高，在这一个小小的伞面上做一幅小山水画就要咱2两银子，我就没答应，想问问你的意思。哎，价格不是问题，只要他画得好，这钱咱们花的就值。这样，你明天啊挑50把做工最好的伞给人家送过去，让人家往上画啊。主题就定山水花鸟，越雅致越好。行哥，不过这油纸伞也是在咱们盲商铺做吗？当然，普通的伞2两银子一把，这种做了画的伞咱们不卖，咱们搞拍卖，价高者得，10两银子起拍。你把这话呀告诉楚云舒，他会安排怎么做的。行，我这就去跟云舒姑娘说一声。哦，对了，我再跟姑娘说，让他们连夜赶工，再多做一些。好，啊，走了。哎，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？相公，我刚才是想说，其实少侯爷也是诚心邀请你，你也不用这样拒绝别人，说不定在朝廷上也可以大有一番作为啊。婉仪啊，你想让我上朝堂，然后被派到很远的地方，甚至参与战争，到时候我可连陪你的机会都没有。相公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你就直接这样拒绝少侯爷，也未免太草率了。万一你以后后悔了怎么办？唉，婉仪啊，我呢，不过是山野出身的庄稼汉，没读过几天圣贤书。我就算去了朝堂之上，不过也翻不起什么风浪，甚至还得被卷入纷争，身不由己。但留在这陌上村，你看，这结实的砖瓦房，这封窗用的油纸，还有这油纸伞，还有村里的砖厂、造纸厂，那些越来越富足的村民，这些都是我实打实的功绩。万一并不是在朝堂之上才能建功立业，这陌上村就是我的战场。万一能一辈子守着你，跟你安安稳稳过日子，这是我一生的梦想。谢谢你，相公。谢谢你选择了我，还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。存八方志，服四方人，不求高官厚禄，但求无愧于心。但愿这世间百姓都能富足安稳，但愿天下海晏和清，无灾无难。